下面开始制作装饰，包含小熊、小熊背带、鱼、小风车和小蘑菇发光灯。先来钩织小熊，分为腿、身体、头、手臂和五官。先来钩织腿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开始环形起针。这个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效果。立针锁针起立，然后在起针的线圈里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完成后收线圈。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，第一圈完成。接着钩织第二圈，立针锁针起立，接着钩织短针加针。大家继续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，第二圈完成。下面钩织第三圈，立针锁针起立，接着不加不减钩织短针。完成后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，断线，一条腿就钩织完成了。用同样的方法钩织另一条。这里我已经钩好了。另一条腿钩织完成后不用断线，这样腿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身体第一圈，从腿上不断线的线头，接着钩织7针锁针，接着连接另一条腿，从第一针开始钩织短针，一直钩完这条腿的最后一针。
最后一针钩完后，接着在两腿之间的锁针上调锁针的一根线，钩织短针。钩织前将两腿摆放好，中间锁针不要扭起来。注意不要漏钩。接着到了另一条腿的位置，在第一针上开始钩织短针，一直钩完这条腿的这一圈。这条腿的这一圈钩完后，到了两腿之间的锁针位置，挑起第一个锁针剩余的两根线，引拔，这样第一圈就钩织完成了。接着钩织第二圈，立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一针短针，剩余的两根线上依次钩织短针。到了腿的位置，第一个针目有些变形，不要漏掉。大家对照图纸，完成第3到16圈的钩织，边钩边核对针数，防止钩错。钩织过程中还用到了十字短针隐形减针，大家可以先学习十字短针隐形减针的钩织方法，再进行钩织。十字短针隐形减针，钩针穿入左侧针末靠近自己的一根线，再穿入相邻针末靠近自己的一根线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把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，还剩2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剩余2个线圈。十字短针的隐形减针完成。用这种方法减针，针与针之间的缝隙比较小，织物整体更精致。这就是十字短针隐形减针的钩织方法。第16圈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。接着钩织第17圈，立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织一个引拔针。
继续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在第一个引拔针上引拔。不用断线，可以先在底部塞入适量的填充棉，不要塞得太紧，这样第17圈就完成了。身体部分也讲解完成了，接着身体的线开始钩织头，先来钩织第一圈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开始钩织短针，短针在上一圈的引拔针入针位置钩织。钩织时，将引拔针一起包裹进去。短针位置正常挑针目钩织。大家继续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。第一圈完成，对照图纸，继续将剩余的部分钩织完成。可以边钩边塞入适量的填充棉。最后一圈钩织完成后，预留2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穿上缝针，将头部捏扁，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进行缝合封口。缝合完成后，将线头多收几针。剪掉多余的线头，这样头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手臂，两只手臂钩织方法相同，都是环形起针，沿着起针的线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有演示，大家自行钩织即可。钩织完成后，预留20厘米左右线头用于缝合。接着将手臂捏扁，缝合之前可塞入适量的填充棉，在身体两侧对称缝合。手臂引拔痕迹的一侧在上，在身体下方与身体第9圈平齐。大概占据5圈位置，方法没有要求，缝合牢固即可。
大家自行缝合另一个手臂。到这里，手臂就讲解完成了。接着学习五官，包括眼睛、腮红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及组装。其中鼻子和嘴巴用线绣制而成，其余部分需要单独钩织，然后安装到对应位置。我们将有引拔痕迹的一面为主体的背面，光滑的一面为正面，五官都是在正面进行。先来钩织眼睛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两只眼睛钩织方法相同，钩织完成后引拔不用拉紧，需要收针，方法与包身最后一圈收针方法相同。大家对照图纸将眼睛钩织完成。眼睛钩织完成后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剪取一段15厘米左右线头，穿上缝针，用结力绣的方法绣出眼白。最后收好线头，这样眼睛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学习腮红，先看成品。腮红有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法与腿部前2圈类似，最后一圈引拔不拉紧，需要收针，方法与包身最后一圈收针方法相同，大家自行完成即可。注意线头都收在织片的正面，大家对照图纸将腮红钩织完成。接下来制作耳朵，分为外耳和内耳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钩织，完成后缝在小熊的头上。用到的新针法是 T 中长针、T 位中长针加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织外耳，是相同的2个，先环形起针，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不需要引拔。接着钩织第2行，钩2针锁针起立，这2针锁针算作1针中长针，翻转织片，钩织1针中长针，3针中长针加针，第2行完成。继续钩织第3行，2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1针中长针，6针中长针加针，挑起立针上方的2根线，钩织1针中长针，2针锁针，1针引拔针，预留20厘米左右线头，断线。
一只耳朵钩织完成，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另外一只，这样外耳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内耳，是相同的两个，钩织方法与外耳第一行相同。钩织完成后不用引拔和留线头，然后取出胶枪。这里如果有胶枪的，可以用胶枪进行粘贴，没有的可以将胶棒在火焰上灼烧，注意尽量使用内焰，灼烧的时间不宜过长，以防止胶棒发黑，然后涂抹胶水，不用涂抹的太多，以免影响美观。将内耳粘贴在外耳正下方居中位置，有豁口的一侧朝下。因为胶棒干得较快，粘贴时尽量快速准确，按压牢固。这样耳朵就讲解完成了。首先绣制鼻子和嘴巴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剪取一段3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穿上缝针，在头部第9到10圈中间的一针上绣制3次。绣制完成后，将线在头部穿2次，出取其中一股，将一股线重新穿上缝针，再从鼻子中心下方缝出一点小竖杠作为嘴巴。最后剪掉多余的线头。这样鼻子和嘴巴就绣制好了。接下来进行组装，先安装眼睛，将眼睛正面朝上，粘贴在鼻子两侧，间隔2针左右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眼睛就讲解完成了。接着将腮红织片反面朝上，粘贴在眼睛两侧偏下一点位置，2个腮红之间间隔13针左右，这样腮红就讲解完成了。耳朵粘贴完成后，开始安装，分别放在头部两侧，
一侧与头部最后一圈平齐，另一侧与倒数第7圈平齐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这样一只耳朵就缝好了，另一只对称缝合。到这里耳朵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背带。两个背带钩织方法相同，采用锁针起针，调起针的一根线，织一行短针，完成后断线，收好线头。接着拿起对应配色的线，调起立针剩余的2根线，钩织引拔针，引拔针数量不固定，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遇到短针时，挑后半针钩织。大家钩完这一圈，钩织完成后进行收针。将线头在反面收好，这样背带就钩织完成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另一个，将背带的2端分别缝在包身前面、第1、2两圈之间，以及第7、8两圈之间。2个背带之间间隔11个短针，可以取出小熊对比一下。在小熊身体两侧稍微靠里一点位置缝合，这样肩带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鱼，分为主体、鱼尾和鱼嘴。先分别钩织，完成后在主体预留拉链位置，缝上拉链，并粘上眼睛。主体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引拔往返钩织。先来起针，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头。
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，拉紧，另一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钩织第二行，继续钩完这一行。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，第二行完成，接着钩织第三行，另一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钩完这一行。完成后，在第一针上引拔，拉紧，第三行完成。钩完一定的行数后，来回往返钩织。钩织时不用引拔，留出拉链口，最后再引拔往返钩织。图纸上都有标注，大家对照图纸完成主体部分的钩织。主体钩织完成后需要收口，这里主要学习收口的方法，请看演示。最后一圈钩完后，下面进行断线，拉大线圈，预留15厘米线头剪断。这里最后一圈可以钩得稍微松一些，将线穿入缝针。依次挑最后一圈针目的前半针穿过，穿一半后抽紧，注意轻轻的拉，继续穿完剩余前半针。稍微拉紧，注意不要太用力。多余的线头在相邻位置多穿几次。再从收口的中心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。轻轻拉线，并将收口处按压平整。多余的线头在织物里面多穿几次藏好。剪断多余线头，收口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鱼尾，钩织相同的两片，首先环形起针，另两针锁针起立，
接着钩织对应针数的长针。最后钩织2针锁针，在起针的线圈中引拔，最后收好线圈，预留1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钩织另一片。鱼尾钩织完成后，进行缝合，将主体沿着拉链口捏扁，缝在主体最后一圈位置。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将线头收牢固后断线。这样一侧鱼尾缝合完成，大家自行将另一侧缝合完成。这样鱼尾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鱼嘴，将鱼沿着开口位置捏扁，从开口下方的一侧找到第2圈，大致中间的一针，钩针从右侧穿入，左侧穿出，接线。立针锁针起立，钩织1针短针，从旁边的洞眼穿入，左侧穿出，绕线，钩织短针，像这样钩织1圈短针。完成后，与第1针针目引拔。第1圈完成，接着钩织第2圈，立1针锁针起立，钩织4针短针加针，4针中长针加针，4针短针加针，完成后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，断线收针。
最后收好线头，这就是鱼嘴完成后的效果。4针中长针钩在拉链的一侧，这样鱼嘴就钩织完成了。在系腰扣中间部分固定拉链，这里可以取出拉链。先认识一下拉链的构造。在闭合状态下，有拉链头的这一端是上置位置，另一端是下置位置，两侧为布带，布带上有链带。这里如果拉链的链带比预留的位置短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下拉链缝合的位置。确定好位置，下面进行缝合。先取出缝合运线，稍微长一些，抽取一股穿入细针。线尾打结，放在一边备用。将开口对着自己，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，选择将拉链头放在哪一端。样品这里放在起针一端。将拉链的下置位置放在开口的一侧。注意拉链头在外侧，不要反了。将下置位置与开口固定一下。固定时注意表面不要露出缝合痕迹。拉链的链带与两个织片的中间位置对应。下面将拉链拉开，将织片边缘与拉链链带大致对齐。接着开始缝合拉链一侧的布带，在织片里侧挑线，与布带居中位置缝合。缝合时将线稍微拉紧，尽量缝得密一些。挑线时尽量挑到织物深处，将其固定牢固。注意边缝边调整拉链与织片，保证拉链的链齿与织物边缘对应，同时开口保持平整，不要外扩或内收。
大家按照这种方法继续缝合。结尾多缝一次固定。完成后，拉好拉链，将2个上指位置与2侧织物缝起正固定。注意，拉链中心与织片中间对应，拉链头放在外侧。大家可以多缝几次固定。多余的拉链可以将多余的部分预留一点距离剪掉，或者全部与织物固定起来。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确定。如果线头还比较长，可以返回再缝一遍，使其更加牢固。完成后打结收好。这样一侧拉链就固定好了。另一侧的缝合方法一样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取线。缝合时注意边缝边调整位置，可以缝一段，将拉链拉上，防止2个部分的拉链缝歪。完成后同样打结断线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小样拉链缝合完成后的样子。这样拉链就讲解完了。拉链缝合完成后，在拉链与鱼嘴之间对称粘上眼睛。到这里，鱼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小风车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钩织。钩织完成后进行组装。前2圈的钩织方法前面都有演示，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完成。小样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下面开始往返钩织风车的4个角。钩织时需要换色，请看演示。先来钩织风车的1个角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在任意一个针目上接线。立针锁针起立，接着钩织2针短针加针，第1行完成。
接着立针锁针起立，翻转织片，一针短针加针，两针短针，一针短针加针，第二行完成。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剩余的行数。钩织完成后，预留2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将线头从起针的中心点穿过，拉紧第一个角完成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剩余的3个角，接着将珠子缝在风车中间位置。再用胶水固定一下。最后可以将背面所有的线头一起用胶水固定一下。剪掉多余的线头。放一边备用。接着拿起小轴承和细铁丝，将细铁丝与轴承固定。固定完成后的细铁丝稍微向外倾斜，不影响轴承的转动即可。接着在铁丝上绕线，取出对应线材，抽取其中2股，缠绕约2厘米左右即可。线头可以用胶水固定一下。
接着取出缝针，穿上铁丝，将轴承一起安装到包盖上。安装位置不固定，可根据个人喜好调整。最后拿起小风车，粘贴在轴承光滑的这一面。这样小风车就完成了。最后来制作小蘑菇发光灯，包含蘑菇头和蘑菇身。钩织完成后进行组装。先来钩织蘑菇头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，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有演示，大家对照图纸进行钩织。钩完几圈之后，需要安装圆球灯，取出圆球灯，开关从起针的洞眼穿出来，这样方便开关。将圆球灯粘贴在织片上，粘贴完成后，继续钩织剩余的部分，对照图纸一直钩完最后一圈。最后一圈钩织完成后，预留15厘米左右线头收口，方法与鱼主体收口方法相同。最后藏好多余的线头，这样小蘑菇钩织部分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开始组装，用布织布剪几块直径约0.5厘米的圆片，将圆片粘贴在蘑菇头上，圆片的位置和数量都可以按照个人喜好调整。最后穿入钢丝圈，再将绳子
从钢丝圈中穿过，一起安装到包包上。位置可根据个人喜好调整。这样，小蘑菇发光灯就制作完成了，同时整个包包也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购置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